我现在在那横滨的樱木町车站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横滨哦。那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在横滨，想看看横滨这边，包含像新港，然后还有横滨的一些周边的发展，都还蛮有兴趣的。哇，横滨的人比我想象中的多蛮多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出发到横滨来做一个小型的一日游吧。这是横滨往那新港区的缆车哦，这缆车还蛮有趣的，让我想到在那个新加坡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摩天轮。那我们前面要走到呢横滨新港区的红色仓库，然后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从3月到6月，因为是花季啊，所以它这边的公园那个花真的整理得非常漂亮啊。这边的那公园的花，我们看到包含像绣球花，还有很多一些植物我不是很熟，可以看到前面这边它的那个花，这一片花跟公园那整理得很漂亮啊。何て言ったっけ？
然后今天假日可能是有一些活动哦，那个在港区这边很多那个活动啊，餐车啊，在这边感觉非常多东西。那横滨这2个那红色仓库啊，我觉得它这整个改建哦，跟博尔特区有点类似，不过它这个可能年代哦，就比我们博尔特区的时间更久远了，因为横滨是还蛮早就西化的城市了。然后连接出来这边就是一个公园，然后看出来这边应该是横滨港哦。然后现在其实已经改建成很多大部分都是观光的地区了。然后看到对面的横滨港，焦距稍微拉近一点，我们可能可以看得到在后面的那横滨港大桥，然后连接到前面应该是整个横滨港港湾区哦。那我们从棒球场出来，就是那个横滨的中华街。那我就来横滨中华街逛一逛吧。不过我来的前几天刚好发生了横滨中华街的大火。听说我看这几天看日本的新闻，听说那个火、那个烟油飘到球场，影响到一些球赛的进行。横滨中华街这边真的就是满满的中国风格。好，不管你觉得是中华还是中国都可以。哇，这边是最知名的横滨中华街。那我们等一下应该会从这边再穿出去啊。我突然想，肚子有点饿了，等一下买一点小东西吃好了。到横滨另外一条算是知名度也很高的关帝庙街。那这个就很像以前我们在看比如港片啊这些的庙街。反正横滨这边也蛮特别的，它有很多这种就是西方文化刚来的时候一些发展，像刚前面有先看到像比如说那个齿科那个牙医技术，然后这边这个碑是新闻，就是日本新闻是从这里开始发源的。那关帝庙旁边是那横滨中华学院。它上面有题字的是孙科国父纪念馆。那我们也不免俗到横滨的关帝庙，做个简单的稍微拜一下吧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有顺序跟你讲，从右边进，左边出。
然后在横滨中华街这边有台湾的店也很多，像这一家那个草莓工坊，跟卖鸡排的，我刚刚已经看了大概3、4家鸡排店，而且生意也都还固定有人过来买。然后我在横滨吃，号称是台湾鸡排，对，虽然炸的方法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我也不是很确定。现在大家对台湾吃的印象已经从卤肉饭、包子变成是鸡排跟那个珍珠奶茶了。我们往大世界的2楼，看楼上好像是那种有点像美术馆类的东西。脚底按摩、占卜在横滨这边占卜的店也蛮多的。然后这一家是台湾，写是台湾的蓝茶茶坊。我很少喝饮料，所以没有什么印象。我们刚刚是从那个背面进来如果是从正面的话，从朝阳门进来这边人就比较多一点呢，就比较热闹了。那如果从朝阳门方向的进来，就会直接到这一条是主要的那个中华街的商圈，都在这一侧。横滨的市营地铁，横滨的地铁在这地下街也是满满的中华风格。那我准备回横滨车站，那我现在先坐那个横滨的市营地铁，然后坐到这一站好像叫未来港，然后等一下我想去拍夜景。那跟大家提一下，如果说你是从那个涩谷地区，然后坐东急，就是 YT 线，坐到横滨的话 ，YT 红色的 YT 线，它会直接变成是横滨的市营地铁。对，那我其实这一次来横滨，发觉在整个东京横滨的交通方式很多是有串联在一起的，不过可能有时候搭车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我这一次到横滨，我觉得横滨给我的印象真的还蛮好的。那横滨其实我觉得它很特别，是因为你在横滨可以看得到很多那种充满现代感的东西，像比如说我身后这边包含像是类似像会议中心或者是展览馆之类的。可是呢，横滨它又同时保有很多西洋文化刚进来的这些，比如说仓库啊，然后建筑物啊，跟比如说中华街。那我觉得很特殊，就是你在这里看得到各种不同的元素。虽然说刚我们在那个港湾区那边其实人很多，可是它的空间其实也很舒适。然后气候，当然我刚碰到一阵大雨气候可能也是变化很快，不过很舒服。然后我觉得整个市容街景也都做得还蛮干净的。我这次对横滨的印象真的很不错。横滨的新港应该是新港区的摩天轮吧，我对它有印象，就是小时候看的《平成哥吉拉》，我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那个《平成哥吉拉》摩斯拉那一集印象中它应该是最后从横滨登陆，跟那个摩斯拉还有巴特拉两只在这里大战。印象中好像是巴特拉把这个摩天轮撞断，然后跑去撞哥吉拉。
这个 Tokyo Square 的算是百货公司吗？空间很大走起来其实还蛮舒服的。你看它那个走道，超级宽敞的。足元が滑りやすく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、乗り降りの際は。我们这一集在横滨的一日游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赞分享。那我们下一次的旅行见啦，拜拜。